说到葡萄酒，你是不是下意识就觉得这是个洋玩意儿，讲究风土，讲究年份，一套一套的？但今天我得告诉你，这事儿啊，咱们老祖宗1300多年前就玩明白了。当然，我得先说清楚，今天咱们喝的这套葡萄酒体系，确实是西方人完善的。但要说咱们自己的葡萄酒文化，那在大唐绝对有过一个黄金时代。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。好，咱们先来拆解第一个问题，大唐这葡萄酒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根儿啊，得从汉朝张骞出使西域说起，是他把葡萄种子带回了中原。但真正让他发扬光大的是唐太宗李世民。公元640年，唐朝平定了高昌，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鲁番，不但带回了当时最好的葡萄品种马乳葡萄，还把酿酒的法子一块给学来了。这位千古一帝可不是把东西拿回来就完事了。史书记载啊，他老人家亲自下场，在皇宫里头改良工艺，自损益造酒，意思就是啊，他亲自调整配方，改进工艺，甚至传说酿出来的御酒，凡有8色，芳香酷烈，8种颜色，香气浓郁扑鼻。您瞧着劲头，亲自下场打磨产品，跟今天最厉害的那些产品经理一个思路，这一下就在京城长安的顶级圈子里火了。不光皇帝爱，连他手下的名臣魏征都爱自己琢磨酿酒，传说还酿出了一款叫翠涛的酒。光有酒还不行啊，还得有人喝，有人写，得有文化把它给顶上去。这时候谁出场了？诗仙李白。李白这辈子就是为酒生的，李白斗酒诗百篇，他对葡萄酒那是真爱。你看他写的葡萄酒金破罗，上来就点名了，喝的是葡萄酒，用的还是从西域传过来的金杯，透着一股贵气。还有那句更有画面感的，遥看汉水鸭头绿，恰似葡萄朱发胚。他说汉江的水绿的像鸭子脑袋上的毛，正好就像刚开始发酵的葡萄酒。那会儿啊，古人管刚发酵还没澄清的葡萄酒叫绿酒。李白能把这出发胚的细节写出来，说明他是真见过，真懂行。有学者就考证，李白自己就出生在西域一带，所以他对葡萄酒和胡人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。那这酒当时上哪儿喝最地道呢？答案是长安的西市胡姬酒肆。胡姬指的就是那些从西域来的少数民族姑娘在长安开酒馆。你想想那个画面，胡姬貌如花，当卢笑春风，一个像花儿一样好看的西域姑娘站在柜台后面，对着你这么一笑，这酒还没喝呢，人就先醉了3分。当时长安城的这些文人墨客贵族公子就爱往那儿扎堆儿，但是把葡萄酒文化推到顶峰的，还得是那首千古绝唱王翰的《凉州词》：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短短4句，画面全出来了。边塞的军营里，战士们端着夜光杯，倒满了葡萄酒，刚要喝，战前的琵琶声就响。喝吧，醉倒在战场上，你也别笑话我。自古以来出去打仗的，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？这股子豪迈劲儿，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信。今天咱们喝葡萄酒，有时候还在讲究一堆西方的繁文缛节，但你看大唐，人家喝的是沙场的豪情，是开放的胸襟，是醉卧沙场的洒脱。这杯酒里装的不仅仅是西域的风情，更是盛唐的气象。它就像一条味蕾上的丝绸之路，把长安的繁华、边塞的苍凉、诗人的浪漫和将军的豪情全都酿在了一起。所以说，葡萄酒从来不是什么舶来品，它早就流淌在咱们的文化血脉里。